2020 5月，我从 Cornell University 毕业了。现在必须问自己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就是毕业后到底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是到近期才开始有种自己真的不再是小孩的觉悟，会开始思考一些以前手一挥，认为反正水到渠成的问题。譬如，现在的我有能力在经济上支持我想过的生活吗？又或者离开所谓学生时代，当朋友们各奔前程，我真的有把握一个人独自照顾好自己的生理及心理种种层面吗？还有，可能因为慢熟，可能因为警戒心强，我或许是个不太会交朋友的人。那这样的我，在离开学校后，要去哪里认识新的人呢？我意识到，我可能有些下意识的害怕改变吧。说起来有些讽刺，因为我也由衷相信，至少在这个阶段，应该期待而欢迎改变。毕业在即，我没有以上提出那些问题的答案，不过我想了一个解决方案。到人生目前为止，从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到大学，每个阶段的里程碑都有明确的名字，只怕毕业后少了明确的阶段性标签，我就忘了定期自我反思。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3年后的我，大目标是变得更好，但更好这件事很难衡量，又因人而异。过于模糊的目标或愿景难以执行，更难以达成。用情商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把事情具体化。或许我希望我领一份养得起自己的薪水，或者更勇于社交，或者终于脱离单身。在这封信中定义出我认为的更好。现在我需要的可能只是一点勇气，来面临接下来人生的改变。这句话说给自己听 ，I'll fake it till I make it。3年后的我回头看着现在刚要毕业的自己，或许觉得有些年少轻狂，有些目中无人，不但幼稚又没见过世面，但这可能就是现阶段的我该有的样子吧。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会面临不同的课题，现在的我把小孩的面具卸下，还是能用青春当作后盾，在尊重他人、认识自我的2个出发点上，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人生。